他结束了汉匈100年战争，他可谓是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首创。他一生仅此一战，却一战成名。他就是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自古以来，在人类诞生至今，战争似乎一直与血腥分不开，要么杀敌1000自损800，要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人对战争破坏的认识发展出2000年的重文抑武，不仅使尚武之魂日渐消失，更导致了大众对军事的遥远距离。2003年，当美国想一击必杀萨达姆时，国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战争还可以这样打吗？然而，这种100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作战方式，老美不能说是首创。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抗匈名将运用于实战之中，并且一举成功，使得大汉王朝震烁边疆。这位名气不高的将领，就是中国军事史上少有的仅凭一战成名的一代名将陈汤。汉宣帝神爵2年，即公元前60年，匈奴须驴全渠单于死，引起内部分裂，由五单于争利的混战发展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的相互攻伐。汉宣帝甘露元年，即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顺汉朝，是为南匈奴。汉元帝初年5月，即公元前44年，康居王因数位乌孙所困，欲联合北匈奴攻击乌孙。郅支单于便引北匈奴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路上死亡甚多。此后，郅支单于数次攻击乌孙，又勒索大渊等国，令其每年纳贡。汉元帝建昭3年，即公元前36年，陈汤认为郅支单于的势力已经威胁到西汉对西域的控制，于是当时任西域都护副校尉的陈汤便假传圣旨，集结大汉西域驻军及西域属国，兵分为6支部队，3支从南路出发，跨过葱岭，取到大渊；另外3支部队由陈汤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由北路进入赤谷城，经过乌孙，进入康居境内，直达滇池西面。恰巧碰上康居父王鲍田率几千骑兵侵犯赤谷城东部，杀害乌孙国1000多人，抢走了很多牲畜，并从后面跟上汉军，抢掠汉军辎重。陈汤遂率兵进攻鲍田，消灭其460人，夺回乌孙遭抢掠的百姓470人，返回交给乌孙国王。夺回的牛马羊用来供给军队使用，同时捕获了鲍田的贵族大臣伊奴独。紧接着进入康居东部边境，下令军队不得劫掠，距离郅支单于的都城约60里左右，军队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且捕获康居大臣贝瑟的儿子开谋作为向导，也使得汉军弄清了郅支单于的内情。第2天，陈汤率军继续前进，第3天距城30里处扎营。随后汉军前进到郅支单于都城的都赖水边，离城3里处扎营布阵。郅支单于随即派100多名骑兵冲向汉军营地，汉军立刻张开弓弩对准骑兵，骑兵后退，汉军增派官兵射杀城门外的骑兵和步兵，骑兵步兵只得退回城中。陈汤命令军队4面围城，随即开始一场惨烈的攻城战。起初郅支单于得知汉军到来，想要离开，但他怀疑康居王怨恨自己，会给汉军做内应，又听说乌孙各国的军队都出动，认为自己没有地方可以逃。但是郅支单于认为汉军远道而来，肯定不会久攻，于是披甲上城楼。他的夫人们也都在城墙上防守。是夜，康居军队以1万多骑兵分成10多处，几次冲击汉军营地，却没能占到便宜，于是退却。天亮时分，汉军攻破城池，郅支单于受伤而死。汉军斩获郅支单于首级，共斩于氏、太子、明王以下1518人，俘虏145人，1000多人投降。至此，匈汉100年战争以陈汤千里奔袭斩首郅支单于，汉王朝由此胜利而告终。由于陈汤矫诏出兵，称他为赌徒并不过分，但是军事行动本身便有冒险之处，关键是看最终战果能否与风险相等。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陈汤的举动也是可圈可点。第一，缩短距离。康居距离长安的万里之遥，
使郅支单于天真的以为汉朝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对于在西域都护府任职的陈汤，且矫诏发兵的果断决定面前，这种自信便不堪一击。第二是把握战机，正所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乃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遥远的距离不仅是郅支单于的优势，也是他的软肋。而陈汤千里奔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千里迢迢来攻打他。陈汤正是看穿了郅支单于的心理，巧妙地把握住这个时机，千里奔袭至城下，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也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再者就是陈汤的兵力也高于北匈奴，也就这样形成了兵力优势。而陈汤的大军中也囊括了西域蜀国的士兵，这样的话，陈汤纵然有假传圣旨之罪，但却有汉诛蜀国、讨伐郅支不义之名，师出有名，于汉朝声威而言也是有功之举。陈汤灭郅支单于之战虽然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长距离突袭，不到2天的攻防战，易如反掌的便斩首夺城，可谓是完全一边倒的战役，没有一点悬念感。但这场战役看似简单，却有其必然之处。抛开陈汤这次长途奔袭的高机动性与突然性不谈，其实是汉朝对匈奴作战由弱变强的转换，其双方战略形势、军力、国力的变换与差距，已然决定了这次行动的结果。拿破仑说过，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事实证明，在农耕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有集体、有组织、有爱国思想的武装力量面前，没有集体意识、各自为战、只会掠夺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胜算可言。面对汉朝在多年汉匈战争中积累的实战经验、不断改进的武器装备，将领与士卒之间不断学习进步，自以为是的郅支单于有何战斗力可言？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剿灭郅支之战，汉军充分综合多年实战经验，在对匈奴作战已将己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得十分漂亮。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心理上，都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郅支单于伏诛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悲，喜的是死敌已灭，悲的是汉军竟已如此强大，于是他便更加恭敬地向汉朝拜称臣，这才有了著名的昭君出塞，南匈奴也就从此彻底和大汉王朝捆在了一起。自秦汉以来的北方匈奴之乱从此一举解除。即使到后来王莽篡权，天下大乱，匈奴也无力趁虚而入。正如当时汉宗室刘向所言：扬威昆山之西，扫古籍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俱服，莫不惧阵。首战即决战，一战定乾坤。陈汤从此名闻四海。大胜之后，陈汤给汉元帝发去一封著名书奏：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陈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明王以下，以悬头稿与蛮夷底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其词荡气回肠，千古流芳。陈汤虽一生仅此一战，但也可谓是一代名将。他用这一场千里斩首之战，为数百年汉匈战争画上了一个完美的感叹号。在给后人带去感慨的同时，也为祖国赢得了长久的边疆和谐。为将者有此一战，再无遗憾。所以无论陈汤后来的命运如何苦困，他的功绩将永远铭记于中华5000年历史长河中，其壮举犹如璀璨明星一般，刻印于历史功劳簿上。本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